目前景气呢正在一个稍微放缓之后，即将呢再开始加速的阶段，而货币面呢则是即将迎来这两大因素加起来呢，就会打造出最有利于财讯美股笔记，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，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Francis 陈队。过去呢，我们一直强调要把握每次的回档时机。那现在看起来呢，美股市场在经过8月初的修正之后呢，也开始了强势回升的走势，甚至呢还有可能挑战历史新高哦。不过呢，在短线冲高之后呢，会不会又回落了呢？从景气循环的角度来看，这轮的修正结束了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追踪各项指标，从通膨和利率到就业市场，再从景气扩张到车市与房市来分享艾谢克最新的看法哦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那艾谢克认为呢，不管这轮的修正是不是已经结束了，未来呢，不管会不会又再回落，投资人呢都应该继续站在多方的思考呢，才能够把握未来的大多头行情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？未来1年市场即将迎来睽违很久的通膨和利率一起走低的格局。从图表中可以看到，如果把还没有充分反映的住房项目剔除，6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已经降到了 1.8%， 7月公布的最新数据呢更进一步降到了 1.7%， 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核心通膨年增率呢也只有 2%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不是靠着递延反应的高档住房通膨数据支撑，现在的通膨数值呢早就已经达标，甚至呢比联准会的目标区间还低了。而且呢，住房通膨未来半年到1年加速下滑已经是确定的趋势。虽然7月 CPI 住房年增率还是高达 5%， 但相比之下，资楼房租指数年增率呢只有 3.4%， 而 Apartment List 呢只增长了 0.2%。那从这些情况看起来呢，未来的半年到1年，通膨降到 2% 呢，已经不是问题了。那如果目前的趋势没有改变，那就有很大的几率 2% 的通膨不会是这轮通膨下行循环的终点。那如果未来半年到1年，通膨进一步降到了 2%， 或者是更低的水准呢，那就会让目前的利率显得太高了。那目前联邦基金利率高达了 5.25% 到 5.5%， 所以呢，加速让利率下降到泰勒法则下的中性利率水准呢，就会变成是非常迫切的事情。那所以说呢，9月降息呢已经完全没有悬念了，市场观察的重点呢也只剩下是降1码呢还是降2码而已。那我们来参考现在的通膨数据，不管呢是1码或者是2码，差异呢应该也不大。这是因为呢，随着通膨进一步快速的下滑，就算9月没有一步到位降2码，也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12月进行2码的降息。简单来说呢，不论是早降晚降，加速降息呢都是必然要做的事情。未来1年通膨和利率呢会走得更久更低， Lower for longer 呢就是美国总经和资本市场的主旋律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是因为就业和经济衰退造成利率和通膨呢一起走低，那对资本市场呢也不会是什么好事。所以呢，我们接着来看7月刚公布的非农数据，大幅下修了 81.8 万人，创下了2009年以来最大的下修。不过呢，担心呢是没有必要的。我们很早呢就在今年的5月的影片里就有说过了，因为过去好几个月累积的非农明显高估，造成了和实际情况的巨大差异。推论3月的非农下修呢只是一个开端，下修呢还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有效回到常态。那所以呢，7月公布的非农大幅下修呢，最多呢就只是一个统计上的校正回归，算是更正过去的错误，而不是总经趋势的改变了。那这样的趋势呢，可以从图表中得到确认。最重要的 JOLTS 新开职缺数值呢，除了4月短暂跌破800万人大关，接下来的2个月呢，持稳在800万人以上的水准，还是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，代表整体就业机会呢非常充裕。在初领失业金的方面呢，虽然今年开始以来呢有稍微的上升，但是呢最新的8月前3周的初领失业金人数呢，还是远远比2023年的水平还要低。放到历史框架来看，现在的初领失业金人数呢，和疫情前的半世纪新低水位呢，差异呢其实是不大的。那如果我们对照2个数据呢，就可以知道，其实呢我们不需要对非农就业数据的调整太过焦虑。那我们回归到总体经济的层面，景气动能有可能会转弱吗？
在我们继续说明之前呢，你知道财讯今年是50岁了吗？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加入后不仅呢可以观看会员专属影片，还有专属徽章和会员电子信。最重要的是呢，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哦。目前市场上呢，还是有些担心美国的景气动能呢是不是会转弱。对这个疑问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些重要的数据，就会有更清楚的轮廓了。那图表中最新的 ISM 和 S&P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呢，因为后者统计呢比较及时，所以可以比较快知道景气前景的状况。那目前两者呢都维持在荣枯值以上，分别呢是 51.4 和 55.2。而且最新一个月的数据呢，都比上一个月回升，也就是说呢，从占比美国经济最大的服务业结构来看，动能呢是转强而不是走弱。那如果我们拉长时间来看呢，标普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呢，正在走出一个很明显的向上扩张趋势。那如果推敲数据比较疲弱的 ISM 服务业指标细项，虽然总指数呢只稍微比荣枯值高一点，但是重要指标像是雇佣、新订单、商业活动和未完成订单，最新的7月数据呢，都明显比6月跳升，呼应前面服务业景气动能转强的推测。那随着未来就业的市场稳定扩张，还有美国联准会进一步加速宽松的步调，产业扩张动能呢还有可能再加大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确认上一个月的判断。降息循环可以帮助车市和房市的复苏。经过1个月呢，虽然降息还没有真正的落实，但是呢，在数据上已经有一点迹象了。7月年化的美国汽车销售呢，重新站回1600万大关，数量呢比前一个月增加了67万辆。而7月份的新屋销售呢，更是创下了14个月的新高。成屋销售呢，虽然因为库存不足问题受到限制，但整体7月的销售呢，也比6月份小幅回升。落底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，不含汽车的耐久材订单冲高的趋势还在继续，表示呢，景气成长期终点呢还没有来到。展望未来呢，如果车市呢和房市都进一步复苏，就有机会带动更强劲的耐久材消费扩张，会进一步巩固成长期的趋势深化。总结来说呢，目前景气呢正在一个稍微放缓之后，即将呢再开始加速的阶段，而货币面呢则是即将迎来紧缩后的加速宽松。这两大因素加起来呢，就会打造出最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温床了。未来1年低得更低更久，也就是利率和通膨 lower for longer， 高得更高更久的是经济和股市 higher for longer， 两者呢会共同谱出资本市场成长期走势最美妙的一段。那投资人在布局完成之后呢，记得试着静心等待，不用过度随着市场的杂音和波动而躁动哦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。财讯粉丝们，你认为美股市场呢会继续走升吗？ A 不会，地缘冲突升温和美国大选的不确定都让市场持续的震荡。 B 会，各项数据显示呢，市场长期将持续上扬。 C 不确定，要等到确定降息后才能明朗。欢迎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